在众人瞩目之下，楚风也是开始催动自己的棋子大军。只不过楚风的棋子大军并没有像之前和宇文华龙对战一样，直接命令棋子大军发动进攻。反之，楚风的棋子竟然在排名布阵，摆出了一个防守阵型。他这是要以静制动，选择防守。见此情形，韩愈则是微微一笑，暗道：有些人你是根本防不住的，比如我。想到此处，韩愈不再让自己的棋子大军缓慢前行，而是加快了自己棋子大军前行的速度。眨眼之间，韩愈的棋子大军便来到楚风那棋子大军的近前，与楚风的棋子大军展开了厮杀。这一刻，所有人的目光都变得格外的明亮，人们目不转睛地盯着整个棋盘，不想错过一丝精彩的画面。而韩愈也并没有让人们失望，他的棋子大军简直所向披靡。楚风的棋子大军不断地死在韩愈的棋子之中，眨眼间，韩愈的棋子大军已经杀入楚风的棋子大军之中。可是很快的，人们又发现，随着韩愈棋子大军攻入楚风的棋子大军之中，人们注意到韩愈的棋子大军竟也开始死去。这一刻，所有人的眼中都散发着两个字：吃惊。韩愈那实力如此强横的棋子，怎么可能被楚风的棋子斩杀？这简直不合常理。多个棋子会杀一个也就算了，甚至单对单的情况下，韩愈的棋子也会被楚风的棋子所斩杀。不过很快的，人们便发现，虽然棋子是单对单，可是楚风的棋子却与韩愈的棋子不同。没错，仔细观察的话，人们便会发现，整个棋盘之上，无论是楚风还是韩愈，他们每一方的棋子都并非相同的，他们都分成了多种棋子。每颗棋子不仅模样不同，似乎功能也不同，战力也不同。根据双方的对决，人们渐渐意识到了哪些棋子强，哪些棋子弱。最强的棋子便是楚风那种单对单也能将韩愈棋子斩杀的棋子，这种具有极为强力的单兵作战能力的棋子，韩愈也有。可是奈何，韩愈那种单兵作战能力强的棋子，却全被楚风那些看似最弱的棋子给围攻致死。尽管那棋子战力很强，可却不敌楚风那些最弱的棋子。与其说是人多势众才取胜，倒不如说这些棋子有着相互克制的能力。没错，就是相互克制的能力。人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韩愈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晚了，当韩愈意识到原来这些棋子有着相生相克的能力之际，已经晚了，因为他已经落入了下风，被楚风逼入了绝境。哪怕他的棋子整体力量强过楚风，可是此刻因为关键的棋子都被斩杀，所以他整体实力已经远远不如楚风。之所以会这样，只因为提前发现了这些棋子的奥秘，并且布置阵法，完美的布置了一个陷阱，让韩愈落入这陷阱之中。眼下的韩愈如同瓮中之鳖，被楚风死死的套住了。我不信我会输。韩愈很不甘心，他再度释放出磅礴的结界之力，一重又一重的结界之力源源不断地融入他那些剩下的棋子之中。然而这看似强横的力量不断融入棋子之中，最终的结果却只有一个，那便是无事于补。没错，韩愈无法挽回败局，最终他的棋子全部被楚风斩杀。然而当韩愈的棋子被全部斩杀的干干净净，一个不胜之际，楚风的棋子却还剩下这12颗。楚风这乃是大胜，比对战宇文化龙和宇文廷一的时候要胜得精彩得多。此刻所有人都是面若呆鸡，甚至有人不停地揉搓着自己的眼睛，他们有些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有些不敢相信楚风对战韩愈竟然能够大获全胜。楚风，你作弊！猛然间，一声比雷鸣还要刺耳的怒喝将在场之人从震惊之中给拉扯了回来。是韩愈。此刻韩愈一脸怒容，用手指着楚风，他已经没有了先前的从容，此刻的他像是一个快要失去理智之人。作弊？我怎么作弊了？楚风问道。你不可能胜过我，可是你却胜过了我，你还敢说你不是作弊？韩愈问道。此刻楚风笑了，随后说道，棋局对弈拼的向来是智谋以及对棋子的运用，但是你做了什么？你只是向棋子灌输了你那强大的结界之力，然后便催动棋子向我进攻，毫无章法。你这种对弈棋局的方式简直就像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新手与一个懂得下棋之人对弈，试问你怎么会赢？楚风问道。这棋盘拼的乃是结界之力高低，哪来的什么棋子运用？韩愈说道。楚风只是笑了笑，没有过多的解释。你笑什么？难道你是默认了？韩愈对楚风问道。韩愈公子，是你错了。就在这时，远古蛇族长老开口说道。韩愈公子，是你误会了这棋盘的本质，若是单纯的比拼结界之力，直接比拼结界阵法就可以，还要用这棋盘做什么？所以你被这棋盘特殊的作用迷惑了，你觉得只要你的结界之力强，你就可以胜过对方，而忘记了下棋最重要的一点，那是比拼棋艺，而并非比拼结界之力。不过你也不要失落，因为不仅你被迷惑了，我想在场的许多人都被迷惑了。话到此处，远古蛇族的长老将目光环视众人一眼，而面对远古蛇族长老的目光，除了非常自负的人之外，所有人都是微微点了点头，以表示他们之前的确是被那棋盘迷惑了。的确，之前几乎所有人都觉得这棋盘比拼的就是结界之力高低，否则人们便不会那般确定楚风必败无疑。但是当从楚风与韩愈的正式对决中，人们才意识到原来棋子有强弱之分，原来这棋局讲究的是对棋子的运用。他们的确都被迷惑了，正因为被迷惑，才忘记了真正的下棋之道。其实就连老夫也被迷惑了，我想在场之人只有一个人没有被迷惑，那便是楚风小友。话到此处，远古蛇族长老又看向了楚风，以一种赞赏的语气说道，楚风小友，你果真厉害，难怪你之前如此自信。话罢，远古蛇族长老又看向韩愈道，韩愈小友，这场对弈你虽然败了，但你败得不冤。楚风公子，你今日真是让我长了见识。夏雨儿笑着对楚风说道。
在此之后，在场的许多人都毫不吝啬地对楚风提出了赞赏，而面对众人，几乎一边倒地站在楚风那边。韩愈的脸色铁青铁青的，那叫一个难看。韩愈，的确是你输了，你应该履行承诺。就在此刻，那灯台之上，一道悦耳的声音响起，是楚灵溪。楚灵溪这个高高在上的大小姐，竟然主动开口为楚风说话。当楚灵溪开口之后，哪怕韩愈再不情愿，可却也不敢不认账。相反，他还在脸上强挤出了一抹笑容，对楚灵溪说道：“灵溪大人放心，韩愈向来是一个愿赌服输之人，既然败了，自然就会兑现承诺。”话罢，韩愈便将自己那金色的玻璃球体取出，丢向了楚风。接过玻璃球体，楚风的嘴角也是洋溢起一抹笑意，道：“韩愈兄，谢了。”韩愈冷笑一声，却并未回答。韩愈兄若不嫌弃，就将我这颗玻璃球体收下吧。虽然只是青色，但多少还是能够提供一些线索的。楚风拿出自己那青色的玻璃球体，对韩愈说道：“哼，你这算是可怜我吗？不好意思，我用不到。”韩愈说道：“若是这样的话，那我便将这个玻璃球体赠与他人了。”话罢，楚风将自己的玻璃球体丢了出去。那玻璃球体丢出，顿时不少人拔空而起，开始了争夺。尽管那只是青色的玻璃球体，但却也比什么颜色都没有的玻璃球体强。最终，那玻璃球体被一个仙冰山庄的弟子抢到了。楚风兄弟，谢了。那位仙冰山庄的弟子握着楚风的青色玻璃球体，一脸感谢地说道。他之所以感谢，那是因为他知道，他能够抢到这玻璃球体，并非是他自身本领过硬，而是楚风丢的方向本来就对他有利。而在得到楚风那青色的玻璃球体之后，那位也是将自己那原本透明的玻璃球体给捏碎了。之所以这么做，那是因为他很清楚，那透明的玻璃球体没有用处。就在这时，这大殿的中心区域忽然闪烁出道道光芒，那是光柱，自大殿底部延伸而出，连接着大殿顶端。光柱不断出现，总共出现了上百个之后才停止，开启了登山之路已然开启。各位小友，拿着玻璃球体便可以进入登山之路。不过今年想要进入藏灵池可不是那么容易的，至于能否成功的进入藏灵池，还要看各位的悟性，而那玻璃球体会带给你们线索。远古蛇族长老说道。听得此话，在场的许多人便立刻动身，他们都想要抢先一步进入登山之路，想提前一步进入藏灵池，而韩愈便是这其中一位。韩愈实力强劲，速度也远非他人可比，所以他几乎成为了第一个接近那光柱之人。可是当韩愈接触到那光柱之后，却如同撞到了铁板一般，不仅发出了一声钢铁交织的巨响，他整个人更是撞得头晕眼花。见此一幕，那些其他快速接近光柱的人也是纷纷停了下来。韩愈更是大怒，指着远古蛇族的长老便怒斥道：“你什么意思？戏耍人不成？老夫怎么戏耍你了？”远古蛇族的长老一脸不理解的样子，这光柱根本无法通过，难道还不是戏耍人？韩愈问道。不能通过。远古蛇族长老微微一笑，随后只见其袖袍一挥，便将一个距离其中一个光柱很近的人推向了那光柱。当那位接触到光柱之际，其手中的玻璃球体顿时散发出耀眼的白色光华，那光华几乎覆盖了那个人。而当那光华消失之后，那个人已经不见了。这叫不能通过吗？远古蛇族长老问道。是没有玻璃球体，不能通过。韩愈问道。算你聪明。远古蛇族长老说道。听得此话，韩愈脸色一变，因为现在的他已经没有玻璃球体了，他的玻璃球体给予了楚风。不过韩愈的脸色只是难看了一瞬间，便立刻好转。他的手掌自乾坤袋划过，一颗紫色的宝石便出现在了手中，紫光翡翠石，这可是打造兵器的宝贝。见到这颗宝石，仙冰山庄的弟子说道：“我愿用这颗宝石换一个玻璃球体，不用带有颜色，透明的便可以。可有人愿意？”韩愈问道。我愿意，我愿意。韩愈公子，我愿意。韩愈此话一出，在场之中几乎有着过半的人表示同意与韩愈交换，因为他们都是界灵师，很清楚那颗宝石的价格。见这么多人同意与自己交换，韩愈则是看向了远古蛇族长老，在他的嘴角扬起了一抹挑衅的笑容，就好像在告诉远古蛇族的长老：“你以为我没有玻璃球体就无法进入藏灵池了吗？我韩愈有都是手段。”看着韩愈那挑衅的脸庞，远古蛇族的长老也是微微一笑，说道：“诸位，这玻璃球体不可交易，若有人敢擅自交易，将被驱赶出结界仙域。”听得此话，那些举手想要与韩愈交换的人赶忙收起了自己的玻璃球体。你这是什么意思？故意刁难我不成？此刻韩愈的眼中涌现出了极度的不满，不知此话怎讲。远古蛇族的长老问道：“我先前输给楚风玻璃球体的时候，你怎么不说这个规矩？”韩愈问道：“可以当作赌注赠人，但是不能用金钱交易。”远古蛇族的长老说道：“竟有这样的规矩？你在唬谁？”韩愈很是不服地说道：“韩愈公子，这是规矩，老夫也只是按照规矩做事而已，所以还请韩愈公子按照规矩行事，莫要让老夫为难。”远古蛇族长老说道：“好，按照规矩行事。”韩愈咬牙切齿地点了点头，随后他再度走到那棋盘之前，说道：“可有人愿意与我韩愈下上一盘？若是输了，就用那玻璃球体做赌注。”话罢，韩愈又补充了一句：“这份恩情，我韩愈会记下。韩愈兄，我愿意与你赌上一把。”韩愈此话一出，在场也有不少人走上前去，他们竟然争先抢着与韩愈对赌。可是说是对赌，那明明就是要免费将自己的玻璃球体送给韩愈。但是这也正常，以韩愈在大千上界的名声，本来就有很多人巴不得与韩愈结交，眼下既然找到了这样一个机会，人们自然不愿意放过，不允许将玻璃球体作为赌注。若是不想进入山中，可以自行离开，但是玻璃球体必须留下。可就在这时，远古蛇族长老却是再度开口：“我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要这般难为我？”
韩愈对远古蛇族长老问道：“就是你这实在是欺人太甚。”与此同时，宇文化龙和宇文廷义也是说道。而这一刻，不仅是他们三个觉得远古蛇族的长老在难为韩愈，几乎在场的许多人都觉得远古蛇族的长老是在难为韩愈。老夫不明白，老夫怎么难为你了？老夫只是按照规矩行事。可是远古蛇族的长老却是一脸的无辜模样，就好像他真的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一样。你先前还说可以对赌，为何现在不可以了？韩愈问道。原来是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你。先前在你与楚风小友对赌的时候，的确是允许的，但是现在不允许了。远古蛇族长老说道。这一刻，韩愈差点没被气得吐血，这太难为人了，并且难为的也太明显了，这分明就是在针对韩愈啊！我要见远古蛇族族长，我要见你们的族长，太过分了，你简直太过分了！我要见你们的族长！猛然间，韩愈爆发了，发出一阵阵刺耳的怒吼，他真的是被远古蛇族的长老气到了。这位小友，有事吗？而韩愈喊了没有几声，一道巨大的身影便出现在了这大殿之内。此人不是别人，正是远古蛇族的族长。当这位远古蛇族的族长出现之际，韩愈那气愤的面容终于有所缓和。族长大人，你族这位长老不知为何故意刁难于我，还望族长大人能被晚辈做主。韩愈上前施礼，这才说道：“竟有此事。”远古蛇族族长看了一眼那位长老，随后又对韩愈说道：“他如何刁难你了？”此刻，韩愈的眼中涌现出了喜色，随后便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的告诉了远古蛇族的这位族长。当那位韩愈讲述完事情的经过之后，在场的不少人也都觉得那位长老要倒霉了，因为远古蛇族向来是规矩森严的种族，他们必须严格服从远古蛇族族长定下的规矩，若有人敢违背，责罚事小，就算是处斩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原来是这件事啊，这是我给他传达的命令。远古蛇族族长不以为然的说道：“竟然是您传达的命令？”韩愈的脸色顿时大变，的确是我传达的命令。远古蛇族族长说道。这一刻，所有人都明白了，搞了半天，并非是远古蛇族的那位长老要难为韩愈，而是远古蛇族族长要难为韩愈。可是这是为何呢？韩愈究竟做了什么，得罪了远古蛇族，才会让远古蛇族族长这般如此明显的刁难韩愈？此刻，众人猜想不断，而是韩愈站在原地，久久未语。猛然间，韩愈嘴巴一张，随后一口鲜血自口中喷出，紧随其后，他倒退数步，险些没有栽倒在地。韩愈竟然被气得吐血。不仅如此，此刻他的脸色苍白如纸，简直如同死人一般，看上去非常的令人担心。很好，今日之事，我韩愈心中记下了。韩愈冷冷地说下了这句话后，便擦拭掉了嘴角以及衣衫的血液，随后不再与远古蛇族的人争论半句，而是将目光投向楚风。楚风啊，楚风，我真是低估你了，想不到你如此狡诈，竟然有远古蛇族为你撑腰。你说你来自下界，我居然真信了，可是我糊涂。韩愈说完此话，便向大殿的来时的方向行去，他是准备离开了。而见韩愈要离开，远古蛇族的人也没有阻拦，反倒是宇文化龙和宇文庭一冲了上去，他们两个想要与韩愈一同离去。你们做什么？韩愈传音问道。这远古蛇族实在是欺人太甚，我们与你一同走。宇文化龙和宇文庭义说道。我进不去了，可你们两个还能进去，只要进去了，就有机会对付楚风，你们要错过这次机会吗？韩愈暗中传音道。听得此话，宇文化龙和宇文庭义皆是目光一变，他们忽然想到，在这结界仙域之内，远古蛇族是不会去管他人的争斗的。每一年，在结界仙域内，都会有人发生冲突，甚至都会有人丧命。而等进入那迷宫阵法之中，他们若是遇到楚风，那还真是对付楚风的好机会。只是远古蛇族一定会监视阵法，若是他们真的有心保护楚风，我们两个也是无能为力啊。宇文化龙暗中说道。的确有这种可能，但还是要试一试。韩愈说道。我们两个明白了。宇文化龙和宇文庭一点了点头，随后二人便走了回来，唯有韩愈一人走出了这大殿之内。此刻已经陆续有人手持玻璃球体进入那光柱之中，而楚风则是将理想三人叫到了自己的身旁。楚风猜想，那光柱这么多个，应该是代表着不同的入口，也就是说，通过不同的光柱进入迷宫阵法，那么将会出现在迷宫阵法的不同位置，否则根本没必要搞出这么多光柱。而理想也害怕宇文化龙和宇文庭一会对付他们，所以让理想三人与自己同行，楚风起码还能保护他们。就算遇到宇文化龙，楚风斗不过他，可最起码楚风还能够带着理想三人逃脱。但是若是理想三人遇到了宇文化龙和宇文庭一其中的任何一个，那都是要倒大霉的。楚风公子，我们同行吧。而就在楚风与理想三人准备进入同一个光柱之际，夏雨儿却是出现在了楚风身旁。然而楚风却如同没有听到夏雨儿的话一般，直接踏入了光柱之中。楚风是不想与夏雨儿同行，他觉得这个女人太危险了，还是远离她一点比较好。而此刻理想三人可不明白楚风心中所想，眼下他们三人都愣在了那里，面面相窥之后，眼中皆是透露着迷茫。在他们看来，夏雨儿的那声呼唤连他们都听到了，楚风肯定也听到了，这样一来他们便想不通楚风为何没有回应了。最终他们三人只能得出一种结论，那就是楚风实在是太任性了，竟然连夏雨儿这个大美女楚风都如此对待，这还不叫任性，这叫什么？但是三人也没有与夏雨儿多说什么，而是冲着夏雨儿笑了笑，打了个招呼，便跟随着楚风的步伐进入那光柱之中。至于夏雨儿却并没有因为被楚风无视而摆出难看的脸色，相反，在他那精致且迷人的脸颊之上，还洋溢起了一抹更加灿烂的笑容。紧随其后，他竟也身形一动，跃入了那个楚风与理想等人进入的光柱之中。看来他是下定决心要和楚风同行，不打算放过楚风了。而值得一提的是，当手持透明玻璃球体的人进入那光柱之际，散发的是白色光，而青色玻璃球体散发的则是青光。
紫色是紫光，金色是金光。就在这不同的光芒在大电光柱上不断闪烁之际，楚风已经进入了这所谓的迷宫阵法之中。这便是迷宫阵法。楚风有些惊讶，这迷宫阵法就是一片大山，山上其实密布，巨树通天，藤蔓缠绕，看上去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哪怕登山之路也是清晰可见。楚风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地方了，还是说那金色的玻璃光球具有破开迷宫阵法的力量？不对劲。而就在此刻，楚风忽然间意识到，他的脑海中多出了2个信息，一个字以及一组数字。这个字是子，这组数字则是674953。而望向自己的手，楚风发现手中的玻璃球体已经不见了。我擦，这该不会就是所谓的线索吧？楚风倍感无言，因为看现在的情况，那莫名其妙出现在脑海中的信息一定就是线索了。可不是说线索金色球体可以给予很多的线索吗？而眼下这寥寥无几的几个字体算是狗屁线索呀。最重要的是，楚风站在这里四下观望，没有发现任何光柱以及传送阵法。坏了，楚风说道。怎么了？女王大人问道。我判断错了，那光柱哪怕进入同一个也不会传送到同一地点。我与理想3人走散了。楚风说道。那会不会是你进来之后，夏雨儿没有让他们跟过来？女王大人猜测道。不会，就算他们没有跟过来，也应该有其他人跟过来才对。楚风说道。但不管怎么样，你进入这里了，就应该尽快进入葬灵池，否则错过了喷发的时间，那你可就白跑这一趟了。女王大人说道。再等一等。楚风决定之后，女王大人也没有催促他。可就在楚风等待之际，天空之上忽然传来一阵声音。经过观察，葬灵池将在1日之后喷发，而葬灵池喷发的时间为1日，所以各位进入迷宫阵法的小友们，你们有2日的时间。若是2日之内无法抵达葬灵池，你们将错过10年1次的喷发。祝各位小友好运。这个声音乃是远古蛇足足长的声音。楚风，只有1日时间了，快抓紧吧！女王大人忍不住催促起来，因为听远古蛇足足长的话中之意，这迷宫阵法乃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想要到达葬灵池，便一定没有楚风想的那般容易。那我这就动身。楚风也等了片刻了，别说理想3人，这附近连半个人影都没出现，所有楚风断定理想3人是不会来了。与其在这里浪费时间，还不如立刻寻找登山之路。楚风起初是顺着那条登山之路一路前行的，可是走了没多久，楚风就停了下来。他惊愕地发现，这周围的景色太过熟悉，这不就是他先前走过的路吗？没错，这就是楚风走过的路。顺着这条路走，永远也无法到达葬灵池，只会不停地经过相同的地方。这迷宫阵法可比我想的要麻烦得多。此刻楚风也是眉头紧皱，因为任凭他使用怎样的观察手段，哪怕使用天眼，却也看不出这条路以及这周围有任何特殊之处，甚至看不出阵法修改过的痕迹。然而楚风试了几次，哪怕他一直顺着那条路走，可是却总能够回到他最初的起点。楚风，不要再顺着那条路向前走。女王大人提醒道。我也正有此意。楚风点了点头，随后便不再顺着那条登山之路走，而是向山林之中走去。楚风与女王大人都觉得那条路就是一种迷惑人的手段，只是因为对方的手段太强，所以楚风观察不出来而已。而果不其然，楚风与女王大人想对了，不再顺着山路走，而是在丛林之中前行后，楚风便没有在同一个地方绕来绕去，一路走来都是一些陌生和从未走过的地方。只是这样一直漫无目的的乱走也不是个办法，毕竟他的目标是登到山顶，进入葬灵池。这种情况下，楚风也有些慌了，毕竟他来的目的是进入葬灵池，而眼下别说进入葬灵池了，连找到葬灵池都是一个问题。这种情况下，楚风不慌才怪，毕竟他不想白跑一趟。蛋，你看那棵树。然而就在楚风一筹莫展之际，前方忽然出现了一棵大树。这棵大树的出现让楚风有一种在黑暗中寻找到了光明的感觉，因为这棵大树与众不同。它的与众不同并非是外观上与其他树木不同，相反，但从外观和树木的品种来看，它应该与这片丛林中的大部分树木是一样的。但它不同就不同在它散发着淡淡的紫色光华，虽然光华很淡，但的确是紫色光华。此刻楚风不由想起了他脑海中的线索，其中一条线索就是一个紫字。楚风，先不要靠近，你先仔细观察一下，倘若这树真的能引导你登入葬灵池的话，那一定另有乾坤，它不可能这么简单的就出现在你的面前。女王大人凝重地提醒道。一路走来，女王大人和楚风算是见识到了远古蛇族的手段，他们很狡诈，不可能这么容易就让楚风得到登上葬灵池的线索。而此刻楚风也不敢大意，而是使用天眼仔细观察起来。可是楚风却并未发现任何的异常，甚至根本看不透那棵大树，所以便直接向那紫色的大树走去。然而楚风刚刚靠近大树，那棵紫色的大树之中便出现了一群飞虫，那飞虫为黑色，类似甲虫，大小与蜜蜂相差不多，从那树木飞出来的起码有几百只。最重要的是，在那群飞虫之中，楚风感受到了极强的威胁，这飞虫具有极强的攻击性。虽然那飞虫是攻击楚风而来，可是楚风却并未立刻将这些飞虫斩杀，而是布置了一座封锁阵法，将这些飞虫封锁了起来。将飞虫封锁之后，楚风便来到了大树前。楚风使用特殊手段，小心翼翼地将大树切开，想要寻找大树中的奥秘。然而当大树打开之后，楚风只看到了一块紫色的宝石，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而这紫色的宝石大概只有鸡蛋大小，边缘很是规整，它并非大自然的产物，而是结界阵法所化。楚风将这宝石自大树中取出，那大树便恢复成了普通的样子，不再散发淡淡的光华。由此可以推断，大树所散发的紫色光华其实是这紫色的宝石所散发的。莫非这宝石是通往葬灵池的关键所在？女王大人问道。看不出来，
至少这块宝石没有给我任何指引，我也感觉不到它有何特殊之处。楚风说道，是不是数量还不够？毕竟你得到的另一个线索就是一组数字啊，不会是要你集齐那组数字那么多的紫色宝石吧？女王大人说道。听得此话，楚风也是眉头紧皱，心中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因为那组数字可不是一个小数目，674953，如果换算成数字的，那可就是674953块石头，这个数量太庞大了，短短1日时间内去哪里找那么多？很有这种可能。不管怎么样，先收起来吧。但是楚风却不可否认，这个可能性是最大的。于是楚风将这块宝石收了起来，准备立刻起身，因为倘若真的要集齐这个数字的紫色宝石的话，楚风就必须抓紧时间了。但是楚风起身准备离开之际，下意识地看了一眼那些被自己困住的飞虫，他想看看没有了宝石，这些飞虫会不会死去。可是这一看，楚风的目光又顿时产生了变化。楚风惊愕地发现，这群飞虫不仅没有死去，这些飞虫也没有乱飞，相反，这些很是规整地聚集在了一起，它们在一起飞行，而那个模样很像是要变化成什么一般。楚风，这飞虫不对劲。女王大人说道。蛋蛋，你也发现了吗？楚风问道。发现了。与其说这宝石是指引你前往藏灵池的关键，我觉得这些飞虫更像是在指引着什么，因为它们的这种变化很不合常理。女王大人说道。的确是这样，只不过这些飞虫因为某种原因还无法彻底的变化成它们应该变化的样子。楚风说道。而思索片刻之后，楚风与女王大人眼中同时闪现出了特殊的光芒，二人同时说出了2个字：数字。对，就是数字。那组数字若是用那数种的紫色宝石来积攒的话，实在太难了，毕竟一颗树种只有1颗紫色宝石，但是若是用这些飞虫积攒到那个数量的话，相对来说可就容易了不少，也符合常理一些。女王大人说道。蛋蛋，咱们2个真是想到一起去了。楚风凝重的脸上也终于露出了一抹笑容，因为倘若真的是用这些虫子积攒到那组数字的话，楚风的压力的确减少了很多。还好你没直接将它们抹杀，而是将它们封锁起来，否则就不会发现它们身上的奥秘了。女王大人说道。现在还不能确定这些飞虫就一定是通往藏灵池的关键所在，但倘若这些飞虫真的是通往藏灵池的关键所在的话，那只能说远古蛇族的人太狡猾了。楚风忍不住感慨起来，因为这些飞虫具备着极强的攻击性，怕是真仙以下者遭遇它们都是要倒霉的，而一般的人遇到这种情况都会毫不客气地将其抹杀，那样一来人们将无法注意到飞虫会聚集在一起，其实是可以形成某种指引形态的。事实上，哪怕楚风没有灭杀这些飞虫，而是将其封锁，也只是一时兴起罢了，管他呢，继续找。倘若是其他飞虫也能融入其中并且产生变化，那便说明这些飞虫一定是有猫腻的。女王大人说道。这样一来，我还真要善待这些小家伙了。楚风又布置了一座阵法，这座阵法很小，是一个只有掌心大小的阵法，可是这座阵法却有着与乾坤袋相同的作用，那就是整个看似很小的阵法可以容纳上百万只这样的飞虫。楚风将这些飞虫收入到了那阵法之后，便继续在这山中游走，寻找那散发着紫色光芒的树。而至于他与女王大人的猜测是否正确，在遇到下一棵紫色大树的时候便可以揭晓。随后楚风便继续前行，走了没多久，便又遇到了一棵紫色的大树。靠近之后，果不其然，又有一大批飞虫自树中飞掠而出，只不过这一次飞虫的数量比先前还多，粗略估算起码有上千只。见此情形，楚风大喜，他直接将手中的阵法丢了出去。那阵法一经丢出，顿时散发出了磅礴的吸力。别看这些飞虫非常凶残，真仙境以下者遇到他们都要倒霉，可是在楚风的面前，他们却根本不具备还手的能力，只能任由楚风摆布。而在那磅礴的吸力之下，这群飞虫更像是被落入了无形的牢笼，最终只能被吸力卷入那阵法之内。这些飞虫进入阵法，楚风赶忙将阵法收回来，仔细的观看其中的情况。蛋蛋，咱们2个可能真的猜对了，这些飞虫才是进入藏灵池的关键。楚风欣喜若狂，因为当这些新捕获的飞虫收入那阵法之中后，不仅没有和之前的飞虫发生冲突，竟然也与之前的飞虫聚拢到了一起，并且当它们聚拢到一起之后，同样产生了变化，而这个变化比先前还要明显了一点，虽然只是一点点，但还是被楚风所发现。快，继续找，一定要在1日的时间内找到足够的飞虫，要尽量在那藏灵池喷发之前进入藏灵池。女王大人催促道。遵命，我的女王大人。楚风嘿嘿一笑，便继续寻找。此刻的楚风心情大好，因为他觉得他终于找对了方向。之后的楚风便在这大山之中游荡，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收集足够的飞虫。当然，楚风不仅会收集飞虫，那紫色的结界宝石，楚风同样也会收起来。尽管看不出那结界宝石有何作用，但楚风也不能确定它就一定没有作用，所以还是收起来比较好。而一路走来，楚风偶尔也会遇到其他人，这些人都在漫无目的的乱走，他们根本一点线索都没有。当他们遇到楚风之后，便如同找到了救星一般，想要跟着楚风，想让楚风带着他们一起进入藏灵池。然而楚风虽然心善，但也从会不乱做好人，何况楚风与他们又没交情，根本没有帮他们的理由，所以对于这种人，楚风全部都会甩开，理都不理。但也有一些人除外，那就是仙冰山庄以及圣丹山庄的人。仙冰山庄的人不用说了，楚风能来这里，多亏了仙冰山庄庄主，所以楚风觉得若是遇到仙冰山庄的弟子，自己的确应该帮帮他们。至于圣丹山庄，纯粹是因为楚风对圣丹山庄的印象不错，尽管理想三人刚开始给楚风的印象非常的糟糕，但是经历一些事情后，楚风反而对他们3个的印象改善了很多。尤其是理想爆发之后，竟然狠狠地打了宇文化龙一顿，楚风觉得他还是很有血性的，所以越发的欣赏。
转眼间1日时间已经过了大半，楚风越发的高兴，却也越发的紧张，因为他已经快将符合那组数字的飞虫收集够了。正因如此，楚风才既高兴又紧张。他高兴的是，他努力的目标终于要达成了，而紧张的则是，倘若将足够的飞虫收集够了，却发现这飞虫只是一个迷惑的手段，根本就不是通往藏灵池的关键，那楚风可以说是功亏一篑。但不管怎么样，楚风都还是要先收集到足够的飞虫才行。而这一路走来，楚风也是遇到了不少人，理想3人中的那2位，楚风便全部被遇到了，只是奈何一直未能遇到理想。而从那2位口中，楚风也是得知，他们3个是跟随楚风后面进入那光柱的，所以他们未能出现在一个地方，的确是那光柱的问题。可是楚风并不知道，碰不到理想也是有着另外一个原因的，因为其他人尽管是乱走，可是起码也是扩大了行走的范围，这自然也就容易遇到其他人。可是理想这个固执的家伙一直在沿着他发现的一条山路走，所以实际上他是在原地踏步，这大大的缩减了与他人相遇的几率。我擦，什么情况？怎么走了这么久还没有走到藏灵池？走不到藏灵池也就算了，竟然连个人影都没有！老天爷，希望你不要辜负我，这么执着的人呢？理想一边继续向前走着，一边怨念重重的念叨着。其实他也不是没有想过，这条山路是迷惑之法，可是除了这条山路，他也没有发现任何可以通往藏灵池的机会。至于那玻璃球提给了他的线索，他更是认为那根本就是骗人的，因为那线索实在太模糊了。所以哪怕明知道这条山路可能是一个错的方向，但是他还是要试一试，万一走着走着真的就走到了藏灵池呢？他也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方法，完全是碰运气。可是毕竟除此之外，他也想不到更好的办法了。真是愚蠢啊！竟然真的有人一直顺着这山路走，我真是无法想象你这种人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可忽然之间，一道讽刺的声音从不远处的丛林之中响起。听到这个声音，理想顿时心生怒火，目光投去，便想与那人争论一番。然而当理想看到那个人之后，顿时脸色大变，二话不说转身便逃。因为这个人乃是理想最不想看到的2个人之一，此人乃是宇文庭一。想逃，宇文庭一脸色变得狰狞，他大袖一卷，顿时狂风大气，那狂风以他的袖袍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横向的风力漩涡。这风力漩涡将理想卷入其中，理想便如同断线的风筝一般，在那风中左右乱窜。落地之际，已是头晕眼花，脸色苍白，连站都站不起来了，跪在地上不断的呕吐着。而他吐的乃是血。你要做什么？我可是圣丹山庄的弟子，你若敢对我如何，我圣丹山庄一定不会放过你。理想用那虚弱的声音说道。他知道远古蛇族从来都不管来到此处的客人私下争斗，所以他想保护自己，只能抬出圣丹山庄。然而他依然很怕，毕竟传闻中宇文庭义和宇文化龙本身就是2个丧心病狂的家伙，他们向来无法无天，凶名赫赫。怎么了？害怕了？你之前的狂劲呢？你长我化龙袖那足足1万个耳光的时候，怎么没见你害怕？宇文庭一走到理想身前，他笑着，可是笑得非常的恐怖，吓得理想开始浑身发抖。因为宇文庭一看着理想的目光非常的冰冷，那其中还散发着杀意，那是他与楚风打赌输了，那都是应该的，我只是做我该做的而已。理想说道。放屁！宇文庭一大怒，说话间一个耳光扇了下来，啪的一声炸响，他的耳光便落在了理想的脸上。这一巴掌落下来，理想便飞出数米之外。落地之际，他整个脸都变了形，鲜血不断的自那血肉模糊的脸颊流淌下。然而宇文庭一却并没有要收手的意思，他走到理想身前，再度抬起手来，还想掌理想耳光。住手！可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忽然自不远处炸响，顺声观望，那原来是一个仙冰山庄的弟子，看他的样子应该也是在这大山之中乱走，凑巧路过此处。见到这一幕的人，宇文庭一，你在做什么？不可乱来！那名仙冰山庄的弟子倒也还算有种，见到这种事情不仅没有逃走，反而站出来想要制止宇文庭一。滚！然而只见宇文庭一大袖一挥，一阵劲风横扫而去，那位仙冰山庄的弟子连躲闪的机会都没有，直接被轰出数米开外。再多说半句，连你我也杀！宇文庭一恶狠狠地说道。听得此话，那位仙冰山庄的弟子也不再停留，而是勉强地站起身来，赶忙向来时之路逃去。此刻宇文庭一将目光投向了理想，他的眼中充满了凶狠的目光。别怕，我不会立刻杀了你，我要让你好好享受一下什么叫做生不如死，而这便是你与我们为敌的下场。宇文庭一看着理想，以一种近乎变态的语气说道。仙冰山庄的弟子离开了，可是他却并未打算就这样放任理想不管，所以他尽管离开了，却在沿途留下了记号，为的就是寻找到救兵之后再回去解救理想。只是仙冰山庄的弟子已经走出了好远，却一个人影都看不到，他也是有些急了，毕竟看宇文庭一的样子是要杀理想的，若是回去晚了，就算找到了能够解救理想的人，怕是也没用了。然而就当这位仙冰山庄的弟子焦急万分的时候，他的眼中忽然涌现出一抹喜色，他发现一大群人正在靠近，而其中为首的那位竟然是楚风。要说此刻他最想遇到的人，那就非楚风莫属，毕竟换做其他人未必会管理想的事情，但是他觉得楚风多半会管。楚风兄，大事不好，大事不好了！猛然间，那名仙冰山庄的弟子开始大声呼喊起来。其实楚风早就注意到了这位仙冰山庄的弟子，楚风是故意向他走来的。楚风是想着，如果能够有机会进入藏灵池，那么便带着仙冰山庄和圣丹山庄的人一起去，所以一路走来，只要是遇到仙冰山庄的人，哪怕对方不开口跟随楚风，楚风也会主动邀请。但是眼下见这名仙冰山庄的弟子
如此紧张，楚风也是目光一动，意识到了可能发生了什么事。于是楚风身形一动，瞬息之间便来到了这名男子的近前。发生何事了？楚风问道。李想，李想，是李想。李想被宇文廷义抓住了，宇文廷义要杀了他。仙冰山庄的男子说道。什么？你看到宇文廷义和李想了？听得此话，圣丹山庄的弟子顿时就慌了。其实听到这个消息，楚风的心也是咯噔一下，因为这是他最不希望发生的事。在哪？你是在哪看到的？楚风问道。他几乎确定这位仙冰山庄弟子所说属实，因为楚风不仅注意到这名仙冰山庄的弟子不像是在撒谎，并且楚风从他的反应推断出他应该是亲眼目睹到了一切，而并非是听闻。我这就为你带路，我为你带路。这名仙冰山庄的弟子也不犹豫，转身便为楚风带路。而楚风的观察力毕竟还算是很强的，所以走了没多久，楚风便看出了这名男子所留下的记号，所以根本不用这名男子带路，楚风自己快速的前进。因为太过担心李想，楚风直接施展出了全力，三品真仙的气息释放而出后，雷纹也是浮现在额头之上。楚风的气息很快便从3品真仙提升到了4品真仙，这种情况下，楚风前行的速度也是变得快了很多。楚风兄弟，他不是2品真仙吗？什么时候突破到3品真仙了？当楚风施展全力之后，跟随在楚风身后的众人却是目露惊叹之色。他们都很清楚，楚风的修为乃是2品真仙，而之前他们观察楚风散发的气息也是2品真仙，怎么这么大会的功夫，楚风的修为便成长到了3品真仙了？明明楚风是在仙冰山庄的时候突破到的2品真仙境，而距离那个时候并没过去多久，楚风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又再次突破才是。一时之间，人们既惊讶又惊叹。一番分析之后，有人觉得楚风是最开始就隐藏了真实修为，因为倘若楚风真的是在仙冰山庄突破到2品真仙后，没过多久又突破到了3品真仙，那这种成长速度便实在太过惊人了。毕竟距离上次仙冰山庄的狩猎比试才过了2个月的时间而已，所以相对于隐藏修为和楚风在2个月内再次突破而言，人们更愿意相信前者。宇文廷义和李想还在之前所在的地方，只是此刻的李想已经不只是脸颊血肉模糊，他浑身上下都变得血肉模糊，气息更是虚弱到了极致，简直就像是一个快死的人。他连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你看看，你与那个楚风走那么近有什么用？若不是他与我华龙兄对赌，你也不可能成为我们的敌人，也不会沦落到这步田地。宇文廷一以一种戏谑的语气对李想说道，他可不是真的同情李想，而是讽刺，他是在嘲讽李想。李想的声音很虚弱，就好像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但是他却笑了，并且还笑的还有几分嘲讽的意味。怎么想挑拨我与楚风大哥的关系？那你可真是想多了。那宇文化龙无缘无故对我出手，就已经结下了梁子，以你们2个的品性，哪怕我不言不语，当时就忍气吞声了，怕是你们日后若遇到我，也未必就会放过我。先不说楚风大哥和宇文化龙对赌，也只是想为我出头，后来长宇文化龙1万个耳光，也是我理想自愿的，所以我不仅不怪楚风大哥，相反，我对他只有感激。毕竟我与他相识时间那么短，他便肯为我出头，足以见得他是一个重情重义之人，至少他是把我当朋友看的。至于长宇文化龙那1万个耳光，说实话，哪怕是现在我也不后悔。我理想算不上是什么英雄，但我也绝对不是孬种，你要杀就杀，要剐就剐，我理想若是眨一下眼睛，我都随你姓。别看理想很是虚弱，可是他却说出了一番很硬气的话。听到理想的这番话后，宇文廷义都是一愣，但是很快的，他的脸上便涌现出了狰狞的怒容。好，你不是孬种，既然如此，我改主意了，因为我若真的杀了你，太便宜了你，我要让你痛苦一辈子。宇文廷义说话之间，手指探出，一道武力刀刃便自其手指凝聚而出，向理想的丹田飞掠而去。随后只听突的一声，那道武力刀刃便洞穿了理想的丹田。宇文廷义他是要废掉理想的修为，虽说真仙境强者的肉身不死不灭，但是那只是针对比他弱的人而言，遇到宇文廷义这种实力远远强于理想的人，那理想就是一只待宰的羔羊。宇文廷义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理想根本没有任何办法。求求我吧，若是求得我满意，我可能会考虑饶过你。宇文廷一笑眯眯地看着那蜷缩在地上的理想，以一种讽刺的语气说道。而此刻的理想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修为正在自己的身体内流失，他知道要不了多久，他的修为便会彻底消散，成为一个没有修为的废人。可是哪怕如此，他却紧咬牙关，莫说求饶，连一声哀嚎都没有发出，因为理想认栽了，所以他也做好了受死的准备。理想，可就在这时，远处忽然传来一道急切的呼喊。听到这个声音，理想顿时心神一震，因为他能够确定那个声音乃是楚风的声音。看来我是快死了吧？理想苦笑着摇了摇头，他并未真的相信是楚风来了，他反而觉得是自己快要死了，产生了幻觉。他所听到的乃是幻听。理想，你怎么样？可就在这时，楚风的声音不仅在理想耳边响起，他还感觉到有人将他搀扶起来。理想抬头观望，发现楚风就在他的身旁，并且楚风正在带他移动。当楚风停下来之际，他已经远离了宇文廷一，并且在他的周围出现了更多的人，不仅有仙冰山庄的弟子，他圣丹山庄的同伴也都出现了。楚风大哥，真的是你们？理想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竟然真的得救了。而此刻的他也不再如先前那般坚强，在他的眼中竟然有泪水倾洒而下，因为他知道他可能真的是得救了。他理想不用死了，理想别怕，你已经没事了，不过你受了伤，所以先不要说话，保留体力，配合我为你疗伤。
楚风笑着对李想说道：“别看他表面看上去很平静，可是楚风的内心却很不安，因为他已经开始布置疗伤阵法，为李想疗伤了。可是他发现他来的有些迟了，李想的修为流失了很多，哪怕楚风现在努力帮其恢复，可是怕是结果也并不理想。真是寻遍天涯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楚风，我苦苦找你找不到，既然你送上门来了，老天有眼，这可真是老天有眼啊！”而就在这一刻，一道疯狂的笑声忽然在不远处炸响，是宇文庭一。别看他在笑着，可是他的面容却非常的恐怖，因为他笑得很是狰狞。然而楚风却并未理会宇文庭一，甚至连看都不看他一眼，全然没有将他放在眼中的样子，而是专心的为李想疗伤。因为他很清楚，李想丹田被破，修为流失太多，若想帮他疗伤，现在是最佳时机。楚风，你是不清楚你现在的处境吗？还是你以为你身后有远古蛇族撑腰，我宇文庭一便不敢将你如何？见此一幕，宇文庭一剑眉倒竖，冷声问道：“闭嘴！”可谁曾想，楚风不仅对其怒喝一声，并且还是以命令的语气：“奶奶的，你还真是狂妄！不给你一点苦头尝尝，你是真不知道我宇文庭一的手段。好，很好，我成全了你，我这就让你落得与那李想同样的下场。”宇文庭一本就恨楚风恨得入骨，见楚风看到了他，竟然对他这般态度，他更是怒火中烧，二话不说抬起手来，便向楚风发动了攻势。想必他也是注意到了楚风的修为比之前要强横，所他这一出手便是杀招。然而当其杀招将要靠近楚风之际，楚风的身体之中忽然飞掠出5道光芒体，那5道光芒体飞掠而出之后，竟然化作了5个高大的身影。最重要的是，这5位的气息竟然比楚风还要强横，修为竟然与宇文庭一一样，他们全部都是5品真仙，并且这5位出现之后，不仅挡下了宇文庭一的攻击，更是立刻向宇文庭一发动了攻势，并且这5位不仅气息上是5品真仙，这5位的真实力量竟然也在5品真仙的层次，并且他们的攻势非常的利奥的，就宛如他们真的是修仙者一般。面对5个5品真仙的攻击，宇文庭一时之间也是有些措手不及，而那些圣丹山庄与仙冰山庄的弟子更是目瞪口呆，因为那5道身影不仅仙风道骨，宛如仙人一般，他们对武力的运用也是相当利奥的。最重要的是，他们很清楚，那不是真正的修武者，而是一种手段。这是什么手段？竟然如此厉害！这种感觉好像是秘籍，可是怎么会如此厉害的秘籍？毕竟在场之人不仅是修武高手，还是界灵师，所以他们感应力非常强横。很快的便有人分辨出，楚风所施展的乃是秘籍，而这的确是秘籍，乃是五行秘籍。五行秘籍的特性就是无论主人是何等修为，那么他们的修为都会比主人高上一品境界。当初楚风还在祖武下界，修为还在真仙境以下的时候，因为楚风逆天战力太高，而五行秘籍的逆天战力却消失了，所以哪怕施展出五行秘籍，他们的修为会比楚风高出一品。可是逆天战力远不如楚风的情况下，其实没有任何作用。但是如今踏入真仙境之后，一切则变得不同，楚风的逆天战力也消失了。这种情况下，五行秘籍的特殊力量便可以再度发挥而出。尽管楚风知道五行秘籍不可能真的斗得过宇文庭一，可是至少眼下帮其挡住宇文庭一还是可以的。而五行秘籍也没有让楚风失望，他们5个攻势凌厉，并且配合有序，果然将宇文庭一给拦了下来。眼下楚风倒是有了一点时间，可以继续为理想疗伤。可是越是疗伤下去，楚风越感觉无力，最终他只能将理想的修为恢复到9品无阻，已经无法恢复到他1品真仙的境界。就在此刻，阵阵闷响不断传来，水花四溅，火浪奔腾，是五行秘籍在不断的被宇文庭一所杀死。而宇文庭一能够杀死五行秘籍，那是因为他的手中多出了一把黑色的大刀，这黑色的大刀乃是一把半成仙兵。宇文庭一是开始认真了。可是五行秘籍尽管不敌宇文庭一，但是却还有一个特殊的属性，那就是只要主人不死，他们便是不死不灭的。哪怕五行秘籍的肉身一次又一次的被宇文庭一所摧毁，可是他们马上就能恢复，再度向宇文庭一发动进攻。楚风，你真以为凭借这点小伎俩就能挡得住我吗？猛然间，宇文庭一发出一声怒吼，下一刻他的身上，他的身体竟然开始变化，他的肌肤如同石头一般，就如同他已经化作了一个石人，并且身上还散发出耀眼的银色光芒。可是他不仅依旧灵活，他的气息竟然比先前还要强横，此乃天赐神力。尽管宇文庭一的天赐神力不能如楚风的雷纹一般提升1品修为，可是这依旧可以增加他很强的战力。当他施展出天赐神力之后，五行秘籍已经彻底无法与他抗衡，哪怕五行秘籍不死不灭，可是却根本无法阻挡宇文庭一了。楚风，站在那里别动，老子这就来灭了你！宇文庭一面目狰狞，比猛兽还要恐怖，他手持半成仙兵，正在一步一步地向楚风走近。见此一幕，无论是仙冰山庄的弟子还是圣丹山庄的弟子都有些怕了，他们不由自主地向后退去，因为他们都看得出来，宇文庭一杀意已决，他可不仅仅是要废了楚风修为那么简单，他是准备杀了楚风。此刻有人开始暗中传音，劝着楚风带着理想快点离开。虽然他们也都知道楚风曾经击败过楚仙硕，可是他们也都知道楚仙硕虽然也是天才，可却不如宇文庭一，所以哪怕楚风击败过楚仙硕，但他们却不能确定楚风是否可以击败宇文庭一。但是面对他们的劝说，楚风却是无动于衷，就仿佛听不到一般，而是为理想整理了一下翼闪。而眼见着那杀意滔天的宇文庭一越来越近，楚风却是丝毫没有逃脱的意思。人们都急坏了，他们不仅害怕楚风与理想被杀，他们也怕自己惨遭不幸。这种感觉，可就在这时，仙冰山庄与圣丹山庄的众人却是神色大变，他们感受到了一股
比宇文廷义还要恐怖的杀意，而那个杀意所散发的地方，距离他们非常的近。楚风，是楚风，那股杀意乃是自楚风的身体散发而出。楚风，你！人们再度看向楚风，便身体一颤，连根根汗毛都被吓得竖起，因为他们发现此刻的楚风已经与先前全然不同了。而要说哪里不同，他们也说不出来，只是感觉上此刻的楚风非常的可怕。在众人那胆怯目光的注视下，楚风也是缓缓站起身来，而在他的手中已经握住了他的半成仙兵神龙血齿。楚风虽然没有如同宇文廷义那般化成一个石头怪物，可是楚风却比宇文廷义还要恐怖。他的眼中雷霆涌动，那根本就不像是人的眼睛，简直比怪物还要可怕，因为那更像是魔鬼的眼睛。楚风将这目光投在了宇文廷义的身上，而感受到楚风此刻的目光之后，哪怕宇文廷义也是身体一颤，不由自主的停住了前行的脚步。这一刻他竟然有些慌了，可也就在这一刻，楚风那冰冷无比的声音也是随之响起：宇文廷义，我不管你是何身份，但今日我楚风都要你为你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五行秘技化作5道流光进入了楚风的身体。见此一幕，人们有些诧异，不明白是楚风自信还是另有缘由。毕竟在他们看来，哪怕那5道身影已经无法阻挡宇文廷义了，可若是继续缠斗下去，总归是让宇文廷一分一分神，对楚风是有帮助的。楚风不该将他们收回才是。付出代价？谁给你的自信与我这么说话？你莫非是觉得你能胜过我不成？而此刻宇文廷义也是趾高气扬的冷笑了一声，尽管心中已是有些慌了，尽管他也知道楚风有着一把金色的大剑为秘技，那秘技很是强横，拥有逆战一品的战力，应该比那5道身影强横。但是他并不觉得他会败给楚风，因为他自认为他比楚宪硕要强横得多，甚至在他眼里，楚宪硕乃是不入流的天才，楚宪硕根本无法与他相提并论。所以哪怕楚风战胜过楚宪硕，但宇文廷一并不承认楚风有多厉害。正所谓同等境界也有强弱之分，而宇文廷亦则自认为在5品真仙的境界中，他是非常强横的一位，因此他觉得楚风不可能是他的对手。而就在此刻，楚风意念一动，楚风身前金芒大盛，那远古战剑以及远古战斧便同时浮现而出。2道秘技出现之后，这方大地以及虚空开始不断的颤动，与此同时，一股磅礴的威压便横扫而出，直接卷向了那宇文廷一。刹那间，狂风大作，落叶纷飞，这股威压乃是非同小可。感觉到了那威压的强横，宇文廷义也是眉头一皱，他赶忙将手中的半成仙兵横在身前，与此同时，磅礴武力释放而出，如同守护阵法一般，挡在了他的身前。而那不是寻常的守护阵法，而是一种武技。宇文廷一是想要以此等手段来抵挡远古战剑以及远古战斧所同时散发的威压。然而当下一刻，那威压与他接触的一刹那，宇文廷一的防御武技不仅瞬间被轰成粉碎，宇文廷一更是人仰马翻，被轰出数米之外。当他落地之际，莫说手中的半成仙兵飞了出去，他的双臂都被震成了粉碎。然而楚风的远古战剑并未就此收手，而是继续攻向宇文廷一，最终刺穿了宇文廷一的肉身。这一刻，宇文廷一仰面朝天，大嘴一咧，便发出了悲惨的嚎叫，如同狼嚎一般，响彻于这天地之间，传入每个人的耳中。而这一刻，仙冰山庄以及圣丹山庄的弟子皆是惊讶地张大了嘴巴，面面相窥之后，越发的吃惊。尽管在此之前，他们已经感受到了楚风的杀意是要比宇文廷一的杀意可怕，可杀意毕竟只是杀意，并不代表修武者的真实战力。因此，当楚风准备和宇文廷一交手之际，人们还非常担心楚风是否能够战胜宇文廷一。毕竟宇文廷一的名号在大千上界的小辈中还是非常响亮的。可是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宇文廷一竟然败得这么惨。楚风只在一瞬间就击败了宇文廷一，二者的差距怎么会这么大？明明之前楚风与楚宪硕交手的时候，二人还交战了有一会的时间，怎么轮到了宇文廷一这里，竟然败得如此彻底？我知道了，楚风上次和楚宪硕交手，更像是证明自己，所以他并未从一开始就施展全力，而是从始至终一直压制着楚宪硕。但是现在，楚风因为宇文廷一伤了理想，所以心中充满了愤怒，他想立刻了结这场战斗，所以一开始就施展了全力。而这结果显而易见，在施展全力的楚风面前，哪怕是宇文廷一也没有还手之力。仙冰山庄的一位弟子低声对另外一位仙冰山庄的弟子说道，虽然他的声音说得很小，可是仍然被其他人所听到。而听他这样一说，其他人也纷纷点头，觉得他所说的确在理。一声惨叫再度传来，竟然比先前还要撕心裂肺。宇文廷一竟然被远古战剑给挑了起来。其实他只是被远古战剑洞穿了一点点，否则以远古战剑那巨大的剑体，若是彻底洞穿宇文廷一的话，怕是他早就粉身碎骨，形神俱灭了。但是眼下宇文廷一却也并不好受，他的脸庞甚是不断扭曲变化，脸上布满了痛苦之色，因为他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楚风，你要做什么？你敢对我不利，我宇文家不会放过你。宇文廷一眼见情况不妙，便抬出了自己的家族为自己撑腰。然而宇文廷一话音刚落，那远古战剑便又穿透了一点，宇文廷一那撕心裂肺的惨叫再度发出。楚风根本就没有停手的意思。楚风兄弟，算了吧，没必要因为理想就这样。是啊，楚风兄弟，宇文廷一已经得到了教训，就放他一马吧。此刻仙冰山庄的弟子开始劝楚风，他们都觉得楚风没必要因为一个理想而彻底得罪了宇文成，毕竟他们都知道楚风和理想其实相识不久，这种交情是最浅薄的。若楚风真的因为理想而杀了宇文廷一，那实在是太不值得了。楚风，他们说的没错，你没必要因为理想就这般，毕竟你与他结识的时间也不久，更何况他之前还要对付你，他根本就不是真心待你的，你根本没必要因为他这种人
而和我闹到这种地步。此刻，就连宇文廷义也是这样说。而听到这里，其实李想的心里也是有些不是滋味，他觉得有些愧对于楚风。毕竟宇文廷义所说没错，之前他的确是打算对付楚风的。倘若不是楚风身份特殊，他圣丹山庄多长老不肯对付楚风，那么恐怕他已经得逞了。像他这样的人，楚风根本没必要因为他而得罪宇文成。只要换做一个稍微有点理智的人，都知道这件事该怎么做。你们说的都没错。而就在这时，楚风开口了：“我知道怎么做对我有利，怎么做对我不利，但是是不是对我有利的事情，我就去做；对我不利的事情，我就不去做。”楚风对众人问道：“楚风兄弟，修武者的世界如此残酷，的确应该做一些明智的选择。”是啊，楚风兄弟，更何况那宇文廷义已经服软了，你就放他一马吧。不仅仙冰山庄的弟子开口劝楚风，就连圣丹山庄的弟子也纷纷劝楚风。其实他们都是为楚风好，不想楚风和宇文成闹得太僵。毕竟不管楚风天赋如何，他毕竟还是小辈，实力终究有限。这个时候的他，若是杀了宇文廷义，得罪了宇文成，那对楚风来说可是非常不利的。明智的选择，何谓明智的选择？若是按照你们所说，那是不是我想要的东西，不管是不是我的，只要我有能力，我就该抢过来，哪怕杀无辜之人也在所不惜。一个女人，不管她喜不喜欢我，可是只要我喜欢她，我就要强行占有她。而那些我斗不过的人，莫说他杀了我朋友，哪怕杀了我的家人，可只因为我不是他的对手，我就不该为我的家人朋友报仇，反而应该去结交他，与他称兄道弟，不计前嫌。楚风将目光扫向众人，以一种强硬的语气问道。此刻所有人都沉默了，因为他们无言以对，因为他们也觉得楚风所说不无道理。这个世界上的确有很多事是对自己有利的，但不能只要对自己有利就去做，只因对自己不利就不去做。毕竟人乃是血肉之躯，是有情感的。宇文廷一，李想是什么人？我用不着你告诉我，难道我自己不清楚？我对他还不是特别了解，我与他相识很短吗？但是我既然决定与他做朋友，那他便是我楚风的朋友，哪怕我与他相识短短几日时间还不到，可是他也是我楚风的朋友，而我楚风的朋友不允许任何人动，若是有人动了，哪怕是天王老子，我楚风也不会放过他。楚风对宇文廷义说道。楚风，你可要想好了，你若敢杀了我，我宇文成绝对不会放过你。眼见着楚风不打算放过自己，宇文廷义吓得连说话都有些磕巴了。不用你提醒我，我也知道，今日我若动了你，日后你宇文成一定不会放过我。只要我还在这大千上界，他们就一定会一直追杀我。但是我要问一问，今日若不动你，你可会放过我？楚风问道。楚风其实并没打算伤害你，我只是想吓唬你，只是与你开个玩笑罢了。宇文廷义解释道。听到这个解释，楚风笑了，因为他觉得非常好笑。你只想与我开个玩笑，所以你先前所散发的杀意是假的，你打的理想遍体鳞伤也是假的，你废了他的修为也是假的，这都是开玩笑，对吗？宇文廷义不知如何回答。好，既然你的所作所为都是开玩笑，那我楚风今日也与你开一个玩笑。楚风说话间，意念一动，那远古战剑金芒大盛，下一刻穿透宇文廷义的肉身，便更深了一点。与此同时，宇文廷义的肉身更是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此刻，宇文廷一大嘴张开，发出了无比悲惨的叫声。不过你也别怕，我不会杀了你，我要让你亲自告诉你的家族，是我楚风废了你的修为。楚风此话说完，那远古战剑便自宇文廷义的身体抽离而出。而此刻，宇文廷义发出的哀嚎则更加的悲惨，甚至有些绝望，因为他的丹田被楚风彻底破坏，他的修为被楚风废了，并且楚风把他修为废得很彻底，连修复的机会都是没有。楚风，你胆敢真的废了我的修为？你记住了，我宇文成绝对不会放过你，绝对不会放过你。宇文廷一咬牙切齿，满目杀意地看着楚风，从他的目光中可以看出他对楚风的憎恨有多深。我知道你不会放过我，没事，我等着你们。只要你宇文成有灭了我楚风的能力的话。楚风不以为然地说道。听得此话，宇文廷一差点没气得昏死过去。他终于知道楚风为何胆敢如此对他了。原来楚风从始至终都没有将他宇文成放在眼中，但他并不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楚风现如今在大千上界无依无靠，宇文成虽然不是大千上界最强的几个势力之一，算不上真正的庞然大物，但是有些底蕴的存在，那种势力实际上还不是现在的楚风可以得罪得起的。得罪了宇文成，楚风也将身陷险境，至少多出了一个自己还无法抗衡的对手，以后免不了逃亡的生涯。楚风也知道，若是不杀了宇文廷一，那他的对手可能只是宇文廷一和宇文化龙，可若是废了宇文廷一的修为，那么他的对手就是整个宇文城。但那又如何？若是怕前怕后，怕左怕右，那便不是楚风。所以明知道今日之后将会面临宇文城的追杀，可楚风并不害怕。楚风在出手之前就做好了面对宇文城的准备，正因你如此，楚风才会如此坦然。而就在这时，一阵清脆的掌声忽然自楚风等人身后响起。忽然间响起的掌声将仙冰山庄以及圣丹山庄的人吓了的神经一紧，但是侧目观望，才发现原来是星陨圣地的人，而那位为首的乃是夏雨儿。那掌声也是自夏雨儿那双白皙的小手之间所发出。楚风公子果然好胆气，重情重义，能做你的朋友可真是三生有幸。夏雨儿对楚风夸赞道。对于夏雨儿的出现，楚风并没有丝毫的意外，因为楚风早就感受到了夏雨儿他们的气息，所以楚风很清楚夏雨儿他们来到这里其实已经有一会了，他们一直没有出现，是在暗中观察情况，所以夏雨儿他们亲眼目睹了楚风将宇文廷一修为废除的过程。